同学们好，这节课呢还是继续我们呼吸系统的内容。那么讲到呼吸系统内容呢，大家想一想，上节课讲的是什么？上节课讲的是咳嗽。那么我们这节课讲的内容跟咳嗽有关系吗？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下面呢想问问大家，咳嗽之后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人说是咳嗽，有人说是肺炎啊，有人说支气管炎，还有说是肺癌，还有说是什么呢？还有结核。那么由此可见呢，咳嗽这个问题呢，是很多疾病过程中都会出现，或者说呢，很多疾病共有的一个特点。所以呢，我们这节课呢，就单硬来研究一下，到底咳嗽在我们中医里以及现代医学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在这里呢，主要从中医角度去剖析一下咳嗽的来源、它的发生、发展、变化以及诊断和治疗。这节课我们讲咳嗽。刚才大家说了，咳嗽和很多疾病都有关系，比如说感冒，再比如说气管炎、支气管炎，再比如说肺癌、结核，甚至呢还有一些非呼吸系统的原因，比如说心功能不全，再比如说胸腔积等等。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或者是它的现状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来看一组文字。首先看在我们中国人，我们的经典里面《内经》怎么说的？皇帝问曰：“肺之病可何也？”岐伯对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这句话太有名了，这句话从中医基础理论我都学过，然后就到了《内经》再学诊断再学，内科还在谈这句话非常经典。那么帝曰：“愿闻其状。”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从其合也。”这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指的是外感的咳嗽。外感的咳嗽伤人途径，我们在讲感冒的时候讲到了，外邪伤人的途径是什么？其一就是皮毛。那么皮毛是肺的外合，它就会先受邪气，所以邪气从其合也。一条腔，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内外和谐，因而克之，则为肺咳。也就是说，第二条途径呢，也是外邪伤人的途径，是口鼻。口鼻呢，从口带有病邪的饮食对入胃，可以伤及脾胃。伤及脾胃之后呢，脾胃为生痰之源，其实痰是可以产生的，痰和这种邪气和肺也是有一定关联的。那么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也就是说，五脏病导致咳嗽，它各脏腑之间的关系怎么令肺咳的？非其时各传以与之。人与天地相参顾，五脏各以治时，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泻为痛。这只不过是同样的邪气，在人体内有不同的转归。那么后面还提到了趁秋则肺先受之，趁春则肝先受之等等，指出了不同季节邪气伤人是不太一样的。这是早在2000年前，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医者对咳嗽这个症状的认识。那么帝又问了，岐伯问何以异之，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就是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也就是说，咳嗽呢，那会儿就认为，如果在肺之咳呢，它有的会伴有喘息，有的会伴有咳血心咳之状，咳得心痛，喉咙结节如梗状，甚则咽阻喉痹。什么意思？我们认为中医认为喉是心系所在，舌根是心系所在，
所以呢，与心有关的咳嗽呢，它表现为咽喉肿痛或者喉间这个如滞喉间如滞，或者呢喉间的这个一种憋闷感。干咳之状，可引两胁下痛，甚则不可以转，不可以转，转则两胁下感。什么意思？我们中医理论认为，肝的脉是不两胁的啊。那么干咳呢，主要是肝气不舒或者肝火上炎而引起的咳嗽。肝气不舒，就肝脉不舒，不通则痛，所以两胁下痛。脾咳之状，咳则右胁下痛，阴阳引兼备，甚则不可以动，不可以动，动则咳聚。这是指的这个体脉的分布部位啊，脾经的分布部位。脾咳呢，脾经分布部位会出现疼痛的表现。肾咳之状，咳得腰背相邻而痛，甚则咳弦。首先呢，说这个肾在液为弦啊，在液为弦，所以肾咳会出现咳弦。再有一个呢，它这个肾经呢，这个主要跟什么呢？我们说肾在腰啊，是腰为肾之府，所以肾咳呢和腰背的关系这个很密切。而且呢，膀胱经是循背的，膀胱与肾是相表里的，所以肾咳之状痛引兼备啊，痛引腰背，肾则咳弦。这是我们中医，我们的老祖宗对于这个五脏咳的各自临床特点啊，各自的症候表现，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概括。那么还指出了六腑咳，六腑咳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是五脏咳久了，然后它就移于六腑啊，移于六腑，因为脏腑是有经络的络属关系、表里关系。那么治怎么治呢？这里说治脏者，治其疏；治腑者，治其咳；浮肿者，治其经。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那个时候是采取经络治疗，也就是常用的针灸治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20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就发现针刺对于止咳是有一定效果。当然，我们讲的是内科。以上呢是我们这个中国传统医学对咳嗽的最早的认识。那么我们看看现状，咳嗽是呼吸系统最常见的症状。因为刚才罗列了很多的情况，比如说感冒会咳嗽，支气管炎会咳嗽，支气管扩张会咳嗽，这个肺炎会咳嗽，这个肺结核，也就是我们要说的肺痨会咳嗽，肺癌会咳嗽，胸膜炎、胸膜疾病会咳嗽，等等等等，好多种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都会出现咳嗽，所以呢，它是呼吸系统最常见的症状。那么在呼吸病专科呢来看病的病人当中，统计出来95%的人都有咳嗽的症状，而在普通内科，也就是胃分科的普通内科来讲，它的有咳嗽症状或者以咳嗽为主要原因来就诊的呢，就要大部分占到50%。那么绝大多数呢，可能是以唯一的，也就是说以主症、主诉来进行就诊的，或者伴随症状。那么呼吸系统疾病和非呼吸系统疾病都会表现为咳嗽。比如说，我们后边要简单跟大家谈一谈咳嗽的病因啊，咳嗽的病因的时候会谈到，我们中医有五脏科、有外感科、内伤科，有这个眼石引起来的，有肝火引起来的咳嗽。那么在西医角度讲，在现代医学角度讲呢，也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咳嗽啊，这个都是这个以目前能够探索到或者能够检查出来的啊，这个还有很多是查不出原因来。所以这个不明原因的慢性咳嗽，这个一会儿还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叫慢性咳嗽，什么叫急性咳嗽，也就是我们中医讲暴咳和久咳。实际在现代医学也发现了咳嗽的这个历程，它的这个病程不一样的，疾病的各种情况、各种可能性就不一样。所以慢性咳嗽呢，往往是人们就诊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什么呢？他咳嗽时间长了，影响生活、影响工作的话，这是一定要就诊的。另外，咳嗽时间久了，可能
会代表一些特殊疾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慢性咳嗽就是这个呼吸科就诊大约占到1/3左右，10%到38%。那么美国人呢，他们都有统计，每年有多少人去就诊？2400万人，因为咳嗽而就诊，这个相当多了。这个就是这个在美国这个1998年这个看病的人群分布。那么这个人群分布里面发现了，咳嗽是它的一个人群分布当中占的比例最高的，而且是花费呢也相当多。也就反过来说，这个症状在所有疾病里几乎都可能看到它的痕迹，而且就诊的人很多。那么我们中国呢，从古至今这个对于咳嗽有非常多而且非常这个系统化的论述。那么从另一个反面呢，就证明了或者说是这个衬托出咳嗽这个症状在我们中国历代的时候都成为就诊人群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对于咳嗽的这个症状描写、病因病机、这个辨证论治都有非常系统的论述，非常系统的论述。那么从《内经》的关于它的病因病机的描写和症状的描写以及治疗，再到张仲景时期它的一些伤寒中的经方的运用，以及后边的这个朝元方把咳嗽分成了多种类型，它分成了脏腑咳、脏腑咳和这个外邪。刘和谦在咳嗽里面专利一论，那么他说：咳为无痰而有声，肺气伤而不清；嗽为无声而有痰，脾湿动而为痰也。咳嗽为有痰而有声，盖因伤于肺气，动于脾湿，咳而为嗽也。他就把咳和嗽给分开了，咳指的是只有声音没有痰，嗽指的是只有痰没有声音。一般我们常见的又有咳又有嗽，也就是咳和痰都存在。《景岳全书》是我们要提到的一部书，这部书呢在中医内科学的发展上有一个里程碑的作用，它比较系统的将这个当时的各种内科疾病做了分类论述。比如说他说咳嗽之药只为二症，何为二症？一曰外感，一曰内伤。也就是说，在《景岳全书》的时候，把咳嗽的线索分清楚，因为疾病的病因把咳嗽的线索分清了，也就是说，有外邪引起来的称之为外感，没有外邪引起来的呢，就是内伤。那么《杂病源头析注》这是比较靠近的一部著作，他说的是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肾不伤火不滞，咳不甚，指出了什么呢？指出了虚损对咳嗽的这个病的影响，对咳嗽症状的影响。那么医学精目的止嗽散这个是我们临床用的非常有效的方子这个止嗽散的作者陈东明自己评这个方子是温润平和所以呢是可以加减用于各种咳嗽的有效方剂。以上呢是从古到今，从中到西对咳嗽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下面呢我们进入正题。正题是什么？第一步是定义任何一个病都要讲它的定义。那么定义是什么呢？是从这个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定义包括了咳嗽的病因、病机和主要症状。咳嗽的病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外因，也就是六淫之邪侵袭肺气，或脏腑不能失调，内伤及肺。外因是六淫之邪，内因呢是脏腑不能失调，都可以导致了病位在哪？病位在肺，导致了肺内伤及肺，导致肺湿宣降，肺气上逆所致，也就是病机是肺湿宣降，肺气上逆。那么临床特点是以什么？以咳嗽、咳吐、痰饮为主要。
这个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这个病因啊，提到的病因，它包括这个原是外部啊，脏腑功能失调是内因。脏腑功能失调是内因，它们俩共同的作用伤到哪呢？伤到了肺啊，伤到了肺，这是病位。伤到了肺，出现了肺气上逆。肺湿宣肃。那么肺湿宣肃、肺气上逆就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它的主症是咳嗽、咳痰。其实定义很清楚、很明显的就把这个病的病因、病机以及主症介绍给大家。非常非常的明确，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啊。那么这就是这个咳嗽的一个定义。那么咳嗽呢，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它常见到了什么程度？也就是说，病因的多样化和症状的非特异性，往往导致我们无法确定咳嗽的病因啊，无法确定咳嗽的病因。当病因不清楚，或者是这个发病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就很难做到对一个病正确的判断和准确的治疗。那么我们看这张图，这张图实际上不是我们这个中医的图啊，这是现代医学的一个图。这里边指出的各个这个点儿是什么呢？这个点儿，哎，对了，大家都认识这个词啊，这叫感受器，感受器。那么这些感受器是什么？是咳嗽的感受器。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咳嗽这个病具有病因的多样性，是有其解剖学基础。那解剖学基础是什么呢？我们看在这个从脑啊、肝、鼻、腔、前庭、鼻咽、喉咽、口咽，直到上段气管、支气管、心包、胃和膈肌都有咳嗽的感受器。因此呢，在这些个部位，只要任何一个部位受到了刺激，都会引起咳嗽反射的发生。那么咳嗽的本质是什么呢？咳嗽的本质实际上是人体清除呼吸道异物的一个正常反射。如果没有咳嗽反射，大家试想一下，当你呛水不能把它咳出来，或者老年人这个有脑卒中的患者，他的咳嗽反射消失了，或者吞咽反射这个功能不正常的时候，那么当他呛进东西去以后，它不会把它咳出来，或者有痰不会咳出来。这个呢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出现呼吸系统感染，是吧？我们叫坠积性肺炎啊，老年性叫促中相关性肺炎。这个呢都是因为它不能有效咳嗽是有关系的。因此，咳嗽本身呢，我们说它是一种这个人体的一种保护性反射，所以只要是正常的人体、健康的人体都应该具有这种反射。换句话说，呼吸道有异物的时候都应该咳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看这个咳嗽呢？主要是当这种咳嗽剧烈的咳嗽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以后，那么这种咳嗽非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没有任何保护作用，相反，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因此我们再去看它，而且呢，它会有一些并发症。这个呢是一个调查是一个调查，也就是说，咳嗽可以引起哪些并发症来？我们可以看到，最多的是感到不舒服不舒服，咳嗽以后会感到不舒服，还有感到疲劳。为什么疲劳呢？咳嗽是导致我们这个呼吸机以及非呼吸机、辅助呼吸机这个额外做工的这么一个问题，是吧？一个问题。
那么不自在失眠啊，这个很好理解。这个严重的咳嗽，夜间咳嗽会影响睡眠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不得不因为咳嗽改变了生活方式啊。肌肉骨骼疼痛，这个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咳嗽以后出现什么胸疼啊，胸疼。那么我们见过最严重的咳嗽导致什么呢？导致肋骨都可以出现骨折，当然是在严重的骨疏松的基础上啊。声音嘶哑啊，这个声音嘶哑的原因呢，主要是咱们现在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个反复咳嗽、气流冲击的刺激导致声带失肿啊，导致声带失肿。多汗啊，咳嗽多了，这个严重咳嗽以后出一身汗，这种情况呢，尤其在冻咳、剧烈痉挛性咳嗽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再有什么呢？尿失禁啊，尿失禁。咳嗽的时候，腹压突然增高，这个时候呢，这个对膀胱的挤压导致尿液就这个跑出来了啊，就失禁了啊，尿失禁。我们有时候经常有这个患者跟我们说，我们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一咳嗽就尿裤，是因为这个在看病啊。如果简单就是咳嗽，人连看都不看。因此，我们发现咳嗽对病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有这么多让人不自在、不舒服的并发症，所以才导致人来复诊啊。那么很严重的并发症会二便的失禁啊，是因为腹压的增大，会呕吐啊，会呕吐。我们中医常说这个肺气上加胃气上开始出现呕吐，确实是严重咳嗽以后导致胃肠道尤其是胃逆蠕动。这样呢，引起这个胃内容物的这个吐出来啊。另外呢，头晕晕厥，头晕晕厥是咳嗽的一个主要的、重要的这个并发症，我们叫咳嗽晕厥综合征啊。咳嗽晕厥综合征的原因并不是太清楚，主要现在认为咳嗽晕厥综合征是由于剧烈咳嗽、胸内压的剧烈增高，胸内压剧烈增高以后。导致了这个对脑胸内压增大，对脑供血的暂时中断，这是一个。第二，胸内压的剧烈增高导致脑颅内的这个回心的血液受阻，这样颅内压增高将导致颅的供血减少，因此出现咳嗽晕厥。声带损伤和肋骨骨折不用说了，这都是剧烈咳嗽导致的一些机械性损伤。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么严重的并发症，我们一定要看了，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治疗了。那么这个咳嗽带来哪些危害呢？它可以带来1到25个焦耳的能量。我们知道，当我们心肺复苏的时候，过去有一个垂击心这个胸骨，垂击胸骨呢可以带来5个瓦秒的能量。那么剧烈咳嗽可以带来1到25个，所以它可以能量高达这个垂击的5倍。那么它可以引起这个收缩压升高，升高多少？升高140个毫米。那么也可以带来什么呢？这种气流，这种气流高达多少？高达280厘每秒，或者高达500厘每小时，500厘每小时的气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个嗓子、咽喉不适或者声音嘶哑。这种强大气流的冲击下，声带出现不同。另外，可以达到300毫米汞柱以上的胸内压。这种胸内压，我们知道人的正常血压是多少，所以300毫米汞柱以上的胸内压，足以导致静脉血回流血受阻，也可以导致颅内压增高，导致对颅的供血受阻，因此也会出现像咳嗽晕厥综合征这样的严重并发症。所以以上种种这个咳嗽、剧烈咳嗽带来的生理变化，它会导致心血管、神经系统、胃肠道、泌尿生殖系统、骨骼肌、呼吸器官多种病理性的变化出现并发症。因此，我们说这个说了这么多，我们为了说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要告诉大家，咳嗽不仅仅只出现于呼吸系统的疾病，如咽喉炎、急支、肺炎、慢支，它还会出现在别处，比如说胸膜疾病、
胸膜炎、间皮瘤，还会出现于心血管疾病，如左心衰引起的肺水肿，还有中枢神经因素等等等等。在这么多的疾病当中，都会出现咳嗽这个症状。那么本章论述哪些呢？论述呼吸系统疾病和胸膜疾病，相当于上呼吸道感染，如急性咽喉炎、肺炎、急脉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胸膜炎、肺气肿等肺部疾病，它的突出特点是咳嗽为表现的这类人群，我们都可以按照咳嗽去辨证论治。好，那么以上呢，我们是谈到了咳嗽的定义定义包括它这个解题它的定义是什么？提出了从病因入手从病因入手，它是由于外感六淫或者脏腑功能失调导致了呢，因为它肺伤及于肺，产生的生理变化呢是肺湿宣肃、肺气上逆，产生的临床表现呢主要是咳嗽咳痰这就是咳嗽的定义。它的范畴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里边的这个疝感、这个急性咽喉炎、急脉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肺气肿等等，呼吸系统疾病以咳嗽为主要表现，还有像胸膜炎这个胸膜疾病等等咳嗽为主要表现的疾病，那么我们都要以咳嗽来辨证论治。那么既然谈到了这个咳嗽的病因病机，有外伤、有外感、有内伤那么病机呢，主要病肺是肺，主要的病理变化呢，应该是肺湿宣肃、肺气上逆。那么我们下面就分别来看看它的病因和病机。先说病因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里说了，咳嗽症咳嗽只为两症，一曰外感，一曰内伤所以他把咳嗽从病因的角度就分了两个大群两大群，我们现在叫亚型叫亚型也可以是两大群。是从什么角度去分的呢？是从病因角度去分的。这两大型呢是从内因和外因分的，外因就是外感、六淫外感，那么内因呢就是内伤脏腑功能失调。总的病机呢是肺湿宣肃、肺气上逆，这个是我们刚才在定义里就给大家谈到了。下面我们看它这个病因当中的外感也好，内伤也好，它都怎么造成的咳嗽OK， 我们先看这个外感六淫这个灯有点暗先看这外感六淫。我们在讲感冒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外感外邪怎么会侵入人体呢？我们先想象一下人体跟外界相通的地方都有哪儿有口有鼻最暴露的最大的人体器官就是皮肤将近2平米多。那么口鼻通到哪儿？通到肺，通到胃那么皮肤呢？我们说皮肤是肺之外核肺之外核，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从其核也。也就是说，从皮毛感受的外界，首先伤及到的是肺，那么这个时候呢，由外邪侵袭引起的是肺的脏腑功能肺脏的生理功能失调。我们想想肺脏有哪些生理功能？肺脏这个宣发速降主气司呼吸，主通调水道，手百脉主之节。那么最突出的呢是主气司呼吸和主宣发速降。宣发速降呢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呢，宣发速降呢是跟这个气体的呼吸有关通过宣发和速降这个完成呼吸作用。第二个呢是跟津液的突出有关这是我们在中医基础理论里是讲的。那么外邪侵袭于肺，导致肺脏的宣发速降不利，
这个时候呢，肺气本该是降，它就转而上移，也和我们人体呢这个有邪气就要人体主动的驱邪外出的方式是一样的啊。《易经》讲的是让我们要治疗是要因势利导，而人呢本身也是这样的，所以人体自身抗御外邪的方式就是让肺气上移，驱邪外出，所以它就表现为咳嗽啊，表现为咳嗽。那么这是外因，当然外因还分成了风寒、风湿和风燥啊等等，这个是最容易伤肺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就是内因啊，就是内因。内因有什么？有痰湿运肺，痰湿运肺。那么痰湿运肺的来源呢？这个一般就是饮食不节啊，饮食不节。我们总在提这个饮食不节问题。饮食不节问题，其实饮食不节问题包括了2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不佳节制，暴饮暴食。这个时候呢，暴饮暴食呢会导致脾胃的受伤，脾胃受伤以后呢，运化功能失调，运化功能失调以后呢，这个水湿不化，它就可以聚而生痰。我们又知道，这个肺脉和胃是相关联的，可以从胃脉上来于肺。还有一个饮食不节是什么呢？是不清洁啊，不清洁。那么这些饮食进胃呢，其含饮食入胃是吧？入胃以后呢，就可以导致运化功能失调，这个痰浊生成以后，从阴就可以上来于肺，导致了痰浊，导致肺湿宣肃啊，肺气上逆，而引起来咳嗽。那么不管是饮食的不节制、过湿生冷、肥甘、暴饮暴食，还是饮食的不清洁，都可以导致这些表现的发生。因此痰湿运肺，它的这个作为内因之一呢，它的来源往往和脾的关系非常大，因为脾有运化和痰浊相有关。肝火犯肺，肝火犯肺呢，我们讲的肝火呢，它是跟什么有关呢？跟情志有关的。说肝主疏泄，主疏泄什么呢？主疏泄气机和疏泄情志。当情志不舒的时候，肝气同样是瘀滞，那么在肝气瘀滞的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有句话叫五志过急皆可化火。还有一句话就叫气有余便是火，那么肝气瘀滞就可以化火，火气可以循经上犯于肺，肝与肺是有经脉络属相连的关系的。那么循经上犯于肺，它一方面可以煎熬肺的精液清除痰，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肝气生发，太过加肺气上而出现咳嗽肝犯肺。那么这是这个实证的咳嗽，还有什么虚弱可不可以导致咳嗽？也可以导致咳嗽。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肺脏本脏的虚弱啊，我们说这个咳嗽不离于肺啊，不止于肺。那么肺本脏有问题会不会咳嗽？当然可以，它可以肺本脏有病，或者他脏有病，都可以累积肺，导致肺的气不足。肺气不足，气不化精而生出痰啊。肺阴不足，阴是干什么的？是滋养的啊，滋养肺的。它可以导致肺阴不足，导致2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阴虚有热，这个时候呢可以伤及肺气，而导致肺气上的咳嗽。另一方面呢，阴虚则干燥。我们说这个肺脏本身是喜润而不燥啊，那么这种干燥是肺湿濡养，也会导致肺湿精肃而形成咳嗽。那么这是肺脏本经的这个本脏的这个虚弱导致的咳嗽。还有肾脏亏虚也会导致咳嗽。为什么？我们说肾为水火之宅啊，是先天之本，藏有真阴真阳啊。那么气血阴阳的虚损都跟肾有直接联系。比如说这个肾气亏虚，肾气亏虚就知道它肾气的作用有几个。第一，它有摄纳的作用，所以肾气是跟呼吸有关系，它可以摄纳这个呼吸当中的清气啊，所以是这个我们说
说肾为气之根，那气失其根呢，就会导致气机的上逆不和。那么肾气还有一个什么作用？有一个气化作用，气化什么？气化津液，气化津液。那么肾气虚弱的时候，津液就会布散失常，因此气聚可以为痰津液聚集可以为痰为盐。那么这种盐可以上泛摄于肺，叫这个寒饮不肺可以引起肺气上逆、肺之宣所咳嗽。那么摄于心我们叫水气凝心，可以引起心悸泛溢肌肤可以引起易炎这种由于肠胃的痰饮。所以我们说肾气和肾阳不足的时候，津液不化，它是痰饮形成的因素。那么肾阴不足，肾阴是什么？肾阴是藏的是真阴，是人体这个真阴人一身的阴液的这个来源。所以肾阴不足的时候，它可以导致什么？全身的干燥表现。那么肺脏失于濡养，可以出现咳嗽。另外，肾阴是为了含纳这个肾阳的那么当阴虚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阴虚阳亢的表现，我们称之为阴虚火旺。这种阴火呢，同样可以令人生痰，同样可以伤及肺部而引起咳嗽。那么通过以上这些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邪这个寒湿以及这个肝火都可以导致肺气上逆、肺之宣肃的咳嗽，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导致实证的咳嗽。而这个肺脏的虚弱和肾脏的亏损呢，同时也都能导致咳嗽，这是虚症的咳嗽。所以从这个病因上来讲，我们就知道外邪可以导致咳嗽，内伤也可以导致咳嗽。内伤呢，同时呢又分成了实症和虚症，实症和虚症。那么以上讲到的是病因讲到的是病因。那么病机是什么？病机是什么？病机是一个疾病，它在病因的作用下，它体内的脏腑疾病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从病因开始有外感内伤两种病因，实际上这个图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病因病机的一个总图。那么外感外邪呢，伤人呢，主要是两个途径。这个在这个我们讲呼吸系统的总论和讲这个感冒的时候，也都提到外邪伤人的途径无外乎口鼻和皮毛那么口鼻呢，可以吸入这个外邪可以经口鼻吸入而伤于肺；皮毛呢可以传入，也是伤肺。这个皮毛是这个肺的外核。那么这个外邪来的途径，首先伤到的是肺，为什么？因为肺为华盖，位置是高肺呢这个经过口鼻，肺气通于天气，通于这个体表。然后呢，肺呢具有人体最大的一个外核，就是皮肤皮毛者肺之外核。因此呢，这个外邪侵袭，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它侵袭的是肺，那么这是外邪侵袭的第一步是肺。侵袭到肺以后，必然就要引起了肺脏的生理功能的失调。肺脏生理功能里边主要是宣肃这种宣肃的功能呢，与它主气司呼吸与它主通调水道与调把脉之间都是有直接的关系。它宣肃功能是其他功能的一个基础。那么肺气宣肃的功能就出现了失常，该宣不宣，该肃不肃。这个时候呢，肺气本来应该是降的反而不降而上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咳嗽，肺气上逆的这个。那么实际上也是清浅的，并且人体虚邪外出的一种表现。
就像打个比方，我们吃饭不小心呛个饭粒儿以后，那么人体的正常反应是使劲咳嗽，直到把饭粒咳出来啊，这也是一种驱邪外出的一种表现。那么对于这个六淫邪气也好啊，那么它侵袭于人体的主要表现或者主要的这个功能呢，也表现为人体自身的驱邪外出，也就是说这个咳嗽，剧烈的咳嗽、咳痰，帮助把这个外邪呢从这个呼吸道里，从肺气解除出来啊，甚至咳完了以后呢会出一身汗啊，这个是驱邪外出的一个途径。我们学过很多经典的东西啊，就是这个，比如说在《内经》里讲的提高的应耳乐之啊，再比如说在这个温热论里讲的在胃汗之可以，都是这个邪气在不同的位置，我们采取不同的驱邪方法，实际上也是顺应人体的一种自然的这个驱邪方式的一种治法啊，一种治法。好，这节课我们就讲到了病机当中外感的这一部分，下节课。